王一博新片保密级别堪比谍战，全员特工化操作引热议。从无名到人与他坚持闷声发大财路线，2年磨一剑的选片眼光与抗流量定力令人惊叹。当别人忙于营销，他的团队连路透都不敢放好戏不怕晚，真正的爆发往往藏在最深沉默里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GN Star News 频道。干这行这么多年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有些剧组的保密级别已经不能用严防死守来形容，简直是全员特工化。就在2026年5月17日深夜，业内流传出关于王一博新项目的细节，上百号人签的保密协议，厚度直接碾压正式合同，分镜脚本锁保险柜，连后期朋友都不敢多嘴，只敢用超感2字暗示那试完情绪拼眼神的高级货。听到这儿，我直接笑出声。大家还在那儿猜是超燃还是超感，争论片子叫啥名。要我说，这帮人根本没看懂这盘棋。真正的狠人从来不把精力花在名字上。2026年5月9日那会儿，全网疯转他要接成尔的新片《刺客》。结果呢？片方没官宣，粉丝也不吵不闹，全网静默。这反常的安静才是最恐怖的信号。你想想，什么样的戏能让一群见惯了大场面的电影人签协议签到手软，连灯光怎么打，眼神怎么给都不敢往外露半句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这戏里有不能说的秘密。别跟我扯什么工匠精神，打磨细节。现在的娱乐圈，谁还没个敬业精神？问题在于，这份保密协议里，恐怕不只是不许泄密那么简单。据我拿到的消息，这项目之前搁置了整整3年，现在突然复活，协议反而更厚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不想让这事儿黄，也不想让任何人插手。王一博这2年，从无名到人与走的都是这种闷声发大财的路子。2年不进组，一进组就是这种级别的制作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选片的眼光，更是抗住流量的定力。很多人觉得他是在赌，赌赢了飞升，赌输了塌房。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卷王在跟整个浮躁的行业对着干。别的流量忙着直播带货、跑综艺，他在那儿琢磨一个镜头拍100次是什么体验。别人在那儿撕番位、买热搜，他的团队连个路透都不敢放。这哪是拍戏啊，这是在修仙。2026年6月8日，据说要开机。在这之前，所有的沉默，所有的保密，都是为了那一瞬间的爆发。成尔那种导演，你要是敢在现场多说一句废话，估计杀青宴都吃不上。所以，别再问为什么没官宣了。当所有人都在大张旗鼓的搞营销的时候，那个真正的好东西，往往藏在最深的保险柜里。等着吧，等到那天真的揭开盖子，有些人怕是要连夜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通稿都删干净。因为好戏从来不怕晚。王一博在演成尔新片遭抵制，粉丝3大恐惧揭开内娱残酷真相。2026年开春，一条消息在内娱炸开了锅。成尔导演的新片《刺客》已通过备案，立项号影剧备自2026第223号，预计6月8日北京开机。主演表上赫然写着王一博、章子怡，网传易烊千玺也在接触中。但这个饼引来的不是狂欢，是猜疑。王一博的粉丝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拼命抵制，生怕正主又被推上风口浪尖。别人家粉丝撕资源，王一博家粉丝撕别接。这种反常现象背后，是一个流量金字塔尖上的人，他的粉丝为什么不想要这份顶级资源？恐惧1，成尔电影的票房魔咒与商业回报焦虑。
粉丝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建立在成耳前作的市场表现上。罗曼蒂克消亡史投资 1.5 亿却票房平平，内地票房仅 1.22 亿人民币。这部由成耳执导的佳作虽然艺术口碑不俗，但在商业回报上却遭遇滑铁卢。影片上映后评价两极分化，有人赞其艺术勇气，有人批其叙事破碎。这种艺术与市场的悖论让粉丝心有余悸。更直接的记忆来自无名。这部由成耳编剧、执导，梁朝伟、王一博领衔主演的悬疑剧情片于2023年1月22日上映，制作成本高达3亿。虽然最终票房超过 9.3 亿，创下成耳导演作品的最好市场成绩，但过程充满争议。无名上映后，票房不敌《满江红》和《流浪地球2》，片方埋怨排片不公。更让粉丝疲惫的是，为了支持王一博，他们砸了不少钱做宣传、冲数据，到头来反倒给同剧组其他演员做了嫁衣。有粉丝甚至在网络上质疑梁朝伟的票房号召力，称无名票房全靠王一博单扛，引发舆论争议。粉丝的逻辑很清晰，艺术电影商业风险大，对流量演员的舆论反噬更为严重。在电影市场调整期，他们对实际计算方式的转变，让这种担忧更加具体化。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，无名累计总票房 9.31 亿，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成绩，然而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却高达3亿多，再加上春节期间上映，宣传发行成本翻倍，综合来看可能还是亏损状态。恐惧2再度沦为台咖工具，合作模式的舆论后遗症。无名的合作模式给粉丝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在那部影片中，梁朝伟与王一博的合作被舆论框架为前辈提携后辈，这种叙事让粉丝对王一博角色的功能性与话题从属性感到不满。有粉丝认为，王一博在片中虽然表现出色，但整个宣传和舆论焦点都集中在梁朝伟身上，王一博的光芒被压制。如今刺客的选角阵容，让这种担忧再次浮现。章子怡、易烊千玺可能形成的多重压制想象，让粉丝警惕重复消耗演员光芒的套路化操作。早前有传刺客男主角是易烊千玺，现在又说王一博挑大梁，这种番位变化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更有业内人士分析说，成耳的想法可能是把王一博安排在3番、1番和2番给到章子怡和易烊千玺。这种强行抬咖的操作最容易招黑。消息一出，王一博的粉丝们拼命抵制这个饼，生怕正主再被推上风口浪尖。他们担心，如果王一博再次以给前辈抬轿的身份出现，不仅无法获得应有的认可，反而会陷入舆论漩涡。粉丝的抵制背后，是对行业生态的深刻理解。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干预资源博弈中的话语权分配，确保自己的偶像不被边缘化。在流量明星转型的关键期，每一次合作都可能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，粉丝不敢掉以轻心。恐惧3转型关键期的定型风险与戏路博弈。刺客的角色设定本身也引发了粉丝的担忧。故事背景设在清末，讲述了一起重大暗杀事件，主角为理想成为杀手，最终却发现自己只是别人手中的棋子。王一博将饰演的刺客是冷酷而又带有热血的角色。这种清末杀手题材对演员形象的可能限制，让粉丝担心会限制王一博的戏路发展。王一博现阶段正处于从偶像到演员的转型关键期，他需要多元角色突破来证明自己的演技广度，而刺客的同类角色在演员履历中的重复性风险，让粉丝对长期职业规划产生了主动参与心理。
从无名的叶先生到人鱼的未知角色，再到刺客的清末杀手，王一博的选角似乎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化倾向。粉丝担心，如果连续接演类似气质的角色，可能会让市场对他形成固定认知，不利于未来的发展。这种担忧在行业内并非孤立。类似转型期演员接戏争议有着共性逻辑，当演员试图突破原有形象时，每一个角色选择都至关重要。粉丝希望王一博能够接演更多元化的角色，展现不同的表演维度，而不是被局限在某一类形象中。王一博的转型需求十分明确，从偶像到演员的进阶需要多元角色突破，而粉丝对长期职业规划的主动参与心理，反映了他们对偶像事业发展的深度关切。在流量迭代如潮汐的内娱，多数艺人被热度裹挟不敢停歇，但王一博的演艺之路从非坦途，却始终以清醒自持对抗浮躁。深层动因，粉丝行为的生态化与策略化转向。粉丝的抵制行为折射出内娱生态的深刻变化，从情感支持到策略参谋，粉丝群体对行业规则的解构能力正在提升。他们不再仅仅是偶像的追随者，而是成为了具有分析能力和策略思维的隐性制片人。这种转变让粉丝能够更理性地评估每一个项目的风险和收益，而不是盲目支持。抵制背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值得关注。项目透明度缺失加剧了粉丝的防御心态。关于刺客的选角传闻与番位博弈是舆论的焦点之一。早在2026年4月项目启动选角时，业内便有消息称，乐华娱乐曾试图争取让王一博出演高光客串角色。当时有传闻指出，男主角可能由易烊千玺担任。然而，随着项目推进，近期网络风向发生转变，大量爆料将王一博的身份升级为一番主演。这种信息混乱让粉丝难以做出准确判断。流量迭代压力下的集体焦虑是另一个重要因素。粉丝对演员一步错步步错的危机想象，让他们对每一个选择都格外谨慎。在头部艺人以不足 5% 的人数垄断 85% 的优质资源，中等体量项目锐减 40% 的行业生态中，每一次机会都显得尤为珍贵。粉丝已经意识到，王一博现在的处境和他当年在 UNIQ 在偶像巅峰期时完全不一样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他现在是没资源的，不是真的没有资源，而是在他的咖位上，所谓顶级资源已经被锁定了。内娱现在的资本越来越聪明，和大数据时代的商业模式挂钩，各家都有太子。为什么大片里总是那些熟悉的名字？因为资本要的是可控的人，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和可预期的回报率。粉丝担忧是过度保护还是理性判断？站在三方视角，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。从粉丝角度看，他们的担忧是基于历史经验与市场观察的风险预警。无名的合作经历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的票房表现，以及当前电影市场的调整，都让他们对刺客项目持谨慎态度。他们希望王一博能够在转型关键期做出最有利于长期发展的选择。从演员角度看，王一博面临着专业选择与市场判断之间的平衡困境。他需要权衡艺术追求与商业回报、个人发展与合作关系。程耳导演对他的信任与培养是显而易见的，但粉丝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王一博在纪录片中曾坦言，演戏不该是机械任务，而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；演员不该是运转的机器，而该是有温度、有感知的人。这段话反映了他对表演的深刻理解，也暗示了他对项目选择的审慎态度。从行业角度看，艺术创作与粉丝经济日益复杂的纠缠，
正在改变电影产业的关系网络。当粉丝成为隐性制片人，他们的意见开始影响项目决策，这既是一种进步，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头部制作公司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新签订的演员合同中，85%都加入了粉丝行为连带责任条款，规定若因粉丝争议导致项目停滞或亏损，艺人需承担高达100%的赔偿责任。粉丝干预的边界在哪里？演员如何权衡专业自主与受众反馈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粉丝群体从单纯的情感支持者转变为具有策略思维的利益相关方，电影产业的关系网络正在发生深刻重构。王一博的案例或许只是一个开始，随着内娱生态的不断演变，粉丝、演员、制作方之间的博弈将更加复杂，而最终能够在这张复杂网络中找到平衡点的人，或许才能真正走得更远。你怎么看待粉丝对偶像职业选择的干预？在艺术追求与市场考量之间，演员应该如何做出选择？